台湾中央社援引台防务部门说法称，解放军歼11、空警500、轰6等战机2月9号上午11时许经巴士海峡，自西太平洋进入宫古水道飞返原驻地，执行远海长航训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月9号发布消息，当天日本自卫队发现4架中国轰6轰炸机在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飞行。从日方公布的现场照片来看，此次出动的是轰6K 型轰炸机。日方所拍到的2架轰6K 轰炸机的翼下都挂载了2枚空对地导弹。分析认为，东部战区此次战备巡航，从被日本方面曝光的图片看，空中编队已经是相当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。其中，空警500能够进行远程空中预警，歼11能够有效夺取制空权，轰6K 则能够对敌进行战略打击。事实上，在远洋战备巡航中，轰炸机的地位举足轻重。此前，深圳卫视记者曾探访了一支红色传承的轰炸机部队——神威大队。作为空军战略进攻力量的一把利剑，神威大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轰炸机力量。历史上，神威大队还曾航测珠穆朗玛峰，空投空爆原子弹和氢弹，立下赫赫功绩。近年来，空军正处于转型跃升期，装备发展井喷期，新装备已经成为新质作战力量的主力装备和战斗力新的增长点。而大批量列装轰6K 以后，神威大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可以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。2015年2月16号，习近平曾到神威大队所属的空军航空兵某师视察调研，登上轰6K 战机，坐进驾驶舱，了解装备性能，体验操作使用。轰6K 列装后，不断进行前出岛练、战巡南海、警巡东海，在练兵备战中飞出新航迹，当中就有神威大队的功劳。中国空军此前发布的文章称，该大队轰6K 战机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宫古海峡时，曾受到外国军机干扰阻挠，飞行员直面威胁，果断正确处置，按计划完成任务，在西太平洋上锤炼了实战能力。因为以前受于设备限制，我们飞不了那么远。但现在我们可以飞到这么远了。以前我们只在地图上知道这是我国的领海，但我们去不到。现在我们可以在上面巡航一圈。现在也就是我们感觉，我们更有能力，也更对得起身上这身飞行服了。随着中国海空军快速成长，绕岛巡航已经不算稀罕事儿了。2018年4月18号，解放军空军战机就曾连续数日进行远海长航飞行训练，出动了轰6K、苏30、歼11和侦察机、预警机等多型多架战机。轰6K 等战机还实施了绕岛巡航训练课题，提升了机动能力，检验了实战能力。这次绕岛巡航，我们用战神的航迹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。除了自豪，更多的是自信。我们的战机更先进了，我们的飞行员翅膀更硬了，有自信和胆气应对任何挑战。从当时央视的新闻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此次空军战机绕岛巡航披露了台湾空军2架 F-16战损战机进行伴飞的镜头。在记者搭乘的电子侦察机上，透过舷窗就能够看到2架战机正在抵近飞行。发现不明飞机一批2架，有我机后方靠近。几分钟后，对方战机脱离消失。据机组人员介绍，像这样的情况在绕岛巡航过程中经常遇到，双方的对峙有时甚至长达几十分钟。但不管对方战机离得多近，做出什么动作，飞行员都会按照计划航线持续飞行。空军航空兵某师轰6K 机长翟培松则表示，面对敌情可以娴熟处置，部队实战化水平在不断提升，我们在海岛以东活动已经成为常态。